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一聊起房子，眼神里面透着骄傲。哎，他会说：“你看我这套房啊，当年是咬牙买的，现在已经翻了1倍多了。这就是买房的好处呀。”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励志呢？但是别着急，如果我们真的替他把账算一算，可能会发现啊，他们自己以为自己赚了，但是其实呢，只不过顶多跑赢了通胀，甚至还不如定投指数基金。那么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消费行为呢？今天我就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加一张模型表格带大家算清楚。2018年呀，老王买了一套400万的3居室，首付120万，贷款280万，30年的等额本息，利率是5%，每个月还贷大概是1.5万。这套房呢，他一家人自住，没有出租出去。到了2024年，这套房的市场价格大约在520万左右。乍一看呢，好像也挺不错啊，房子涨了120万，首付才付了120万，6年翻倍了，哎，岂不美哉？但是我们来算一算这个投资背后的真实收益。先强调一点啊，这个举例呢发生在2018年，当时的房价已经进入了高位震荡，不再是2010年那会儿闭着眼都能涨的黄金时代了。今天市场的利率、供需和预期都已经完全不同，很多城市呢甚至出现了房价的下跌。所以这不是告诉你现在买房还能够赚翻，而是呢在帮大家演示一套算清楚真实收益的方法论。那这个真实的模型呢是真实收益等于升值加现金流减成本减机会成本。我们一项项拆开来看啊，首先这个升值收益，那房价呢从400万涨到了520万，涨幅呢是30%，120万。由于首付120万，其余是贷款，所以这其实是高杠杆下的升值。第二，我们要看现金流收益，就是隐性的租金。老王自住没有租金收入，如果他不买房，而是租类似的房子，月租金呢大概是7000块，6年省下50万的租金，在财务上这笔钱属于消费节省，而不是投资收益。它确实提升了生活的质量，减少了现金流的支出，但并没有产生新的现金的流入。这正是自住房和投资房的最大区别，也是半资产半消费的精髓。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持有成本啊，贷款280万，5%的利息，6年利息支出75万，装修加物业加维护费用大概15万，未来的交易税费大概10万，所以成本呢100万。第四个，我们看一下机会成本啊，很多人忽略了，就这笔钱如果不买房，那你可以拿去投资什么？它的120万首付加每月15000的还贷，减去你的租房7000。如果18年开始全部定投沪深300指数基金，假设年化9%，首付的钱120万就变成了202万，他每个月除去租房7000块，还剩了8000块呢，6年定投会获得80万，那合计他的机会成本是280万呢。注意啊，这里使用的是一个简化的假设，实际的房价涨幅和指数收益率呢，会因为不同的城市地段、买入的时机和市场的周期而有不同的表现。那30%的涨幅接近了一线核心区的表现，并非是普遍的。沪深300的年化9%呢，是过去10年的历史均值，也不代表未来一定会持续。大家在套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实数据代入方法论，这才是重点。好，那咱们把这个账算一遍啊，你看这个房子升值了120万，隐性的租金就是消费节省，那么再加50万，成本呢100万，机会成本280万，所以它的净收益呢就是120加50减100减280等于负的210万，是不是有一点震撼？表面看房价涨了120万，好像你赚了，但是当你把所有的资金流和机会成本啊都算进去的话，老王是亏的。那这里呢，我们实际上是用了简化的模型，严格的 IRR 就是内部收益率计算的话，要把每一期末的现金流的金额和时间呢都列出来，然后用 Excel 的 IRR 函数去计算。这个 IRR 可以简单理解为啊，把你的每一笔投入的时间价值都考虑进去之后呢，算出来的一个年化复合收益率。如果这个 IRR 跑不赢通胀或者跑不赢大盘指数的话，那你这笔投资呢就是亏的，或者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成本。所以一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资产，关键就在于它的现金流和成本结构。第一个啊，什么是资产型的房产？就是高增长的地区啊，加上价值明确，加上租售比合理，加上成本低。比如
典型的早期的一线城市优质学区房，租金能覆盖贷款的房子。第二类半资产半消费型，就是你的自住房，它可以帮你节省租金，可以帮你提升生活的质量，但是它不产生现金流，它的财务回报未必突出。第三类呢，就是消费型的房产了，就是那些在低增长的城市加上很高的持有成本，加上它不能给你带来现金流，看似你有房，但是实际上你的沉没成本加上负债，你的实际收益是亏的。所以呢，房子本身没有好或者坏，真正决定它是资产还是消费的，是你算出来的那张表格，就是升值加租金减成本减机会成本。如果结果的 IRR 能够长期跑赢通胀，跑赢其他的投资渠道，那么它对你来说呢是资产，否则它对你来说呢只是慢慢供养的一场高价租房的消费品。好，利用我今天的公式，大家算一算，你手上的房子是资产呢还是消费呢？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评论，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